我7岁，我已经把四大名著看过一遍了。因为我大概在6岁的时候，已经汉字我已经识了几千个了。哦，人要有点精神层面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因为现在很多东西，我觉得这种物化是很严重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现在是苏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桥洞下面啊，这位苏州本地流浪大爷，听这边路人讲，你是第2个省位啊，你也是蛮才华横溢的啊。那么大叔，你不是说给我即兴创作一首歌吗？这位老师，我谢谢你百忙之中来把我放。其实我也有很多话想讲，只是无人来倾诉。唱好了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是哪方面比较擅长一点的？比如历史啊、文学啊、写作啊？我喜欢爱好研究点明清史。其实我对所有的历史都感兴趣，因为我前段时间我看的是曾国藩嘛。曾国藩。曾氏家训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相当有名的，是不是？中国最后半个圣人，对吧？因为他确实教育子女是成功的。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人教育子女非常成功，梁启超其中之一，对吧？他儿子梁思成娶了民国第一美女林徽因，知道吧？林徽因是我喜欢的女人啊。徐志摩也喜欢，我被徐志摩打败了，知道吧？那么大叔，你前面讲到你现在也很喜欢看书啊，你现在有哪些书啊？你给我介绍一下。这个是现代的嘛，对不对？洪墙记事，他写的是那个就是建国以后的那些事了。我这本书已经看了，上集我已经看了一半了。下面一本应该也是本小说吧。我那是兄弟给我买的不错，我很兴奋。都是别人给你买的。因为某鱼那个平台上就是论斤卖的这应该也是小说吧？只要是小说我都能看的嘛。但是你比如说一些心灵鸡汤的东西，你比如说这个，这个我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，知道吧？这位先生，这个心灵鸡汤我是没兴趣的。百年过的事，我想看那本书。你自己的这个写作能力怎么样呢？我文笔还行，但是创作力比较差，然后所以我只能写自己的经历。我现在比如说我这种生活，我就当体验生活了。我看到书肯定很高兴。你看到书就很高兴。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是这样的，我7岁我已经把四大名著看过一遍了。7岁就看完了？看过一遍。因为我大概在6岁的时候，已经汉字我已经识了几千个了。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嘛，可以说，就看见那些有标语什么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就问大人，我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点精神的，人要有点精神层面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因为现在很多东西，我觉得这种物化是很严重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你比如说一个社会呢，就不能根据你只能去适应社会，社会不会适应你的。对。你现在处于这个社会，我其实是没有跟上时代的人。你没跟上时代。我虽然看到这个趋势呢，你比如现在大数据，这个 AI，我当时为什么要去做那个的网络呢？我做的很早，对吧？04年我网络创业，你那时候我因为我看到这个前景嘛，然后我还亲力亲为，你知道吧？我只是过把瘾，因为我们就是公司化的运作。公司化的运作。你是老板。举个例子，按照淘宝来说的话，我们大概有好几个皇冠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后来淘宝起来了呀，等于把我也干掉了，知道吧？再说我自己现实里面有点情况。我就没心思搞这个东西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你现在也赚了不少钱啊？好像没赚到什么钱，但是手底下几个人，我从来没拖欠过他们工资，没拖欠过他们。这点我做到了，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那么就说大叔，你虽然说流浪在这个桥洞下面，但是我感觉你精神世界还是非常丰富的，对吧？就像你现在也没有手机，也看不到网络，但是你平时就是喝酒啊，看看书，也是觉得蛮开心了，已经，对吧？蛮开心的。人要有乐观主义的精神。我倒喜欢唱点那个 Beyond 的歌，因为 Beyond 那个都是大爱，你知道吧？大爱无疆。那么你要么来展示一首啊？最经典的嘛，就是《海阔天空》。海阔天空，来吧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开始啊！脚下掉。跟天鹅，夜泪汗水飘过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Oh no